然后现在我要在机场做的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要去买一张叫做 T-Money 的卡。今天的第一个考验，一边尿尿一边看首尔的风景。他手也太小了吧！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저는 링쌤입니다. 우리는标题所见呢，我们这一次要去韩国的首尔。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到韩国，所以我现在内心呢是有一点点小兴奋，一点点。 可是我必须让自己保持冷静哦，因为我这一次飞的是夜机，所以我等下一上飞机呢，我就马上睡觉了。我的班机是等下晚上10点呢，会从吉隆坡出发，明天早上6点会到首尔。去除掉时差呢，这整段行程会是大概7小时的时间。那希望明天可以准时抵达。 接下来就是搭夜机的片段。当天晚上准时登机，我一登机就先跟空姐交代说我的飞机餐要当早餐，因为我马上要睡觉了。然后我就被叫醒吃早餐了。这就是我刚睡醒的样子。 当天我预购的餐点是云吞面，老实说，它的云吞比想象中好吃蛮多的，面的部分也是非常入味。好的，在我吃饱喝足不久后，飞机也准时着陆了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仁川机场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6点多。老实说，我昨天晚上并没有睡得很好哦，真正睡着的时间应该不到4个小时。那想要今天还有满满一整天的行程呢，只能说非常期待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成功出境了。整个出境的过程非常快速哦，从飞机降落到走到出来呢，应该不到30分钟的时间。现在在离开机场之前呢，我必须要做2件事。第一件就是要去领钱，因为我身上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韩币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提款机吧。 好，领到我的韩币了。发现，在韩国这里的提款机直接按韩币好像蛮贵的，比起我去台湾，我觉得是比马来西亚便宜的。可是我在这里领钱呢，我觉得好像比马来西亚更贵哦。然后现在我要在机场做的第2件事呢，就是要去买一张叫做 T-Money 的卡。基本上它就有点像台湾的悠游卡或者香港的八达通那样。 可以在大多数的公共交通上使用，那它应该在所有的便利店都有出售。那我们就选这件 CU， 马来西亚也有。那我买干嘛？买到了，它这个 T-Money 卡是长这个样子的。那现在我就要拿着这张卡去搭乘他们的机场快车去首尔。 它这个 RX 机场快车非常的方便，从仁川机场不需要换车就可以直接抵达弘大站。在我正在走出弘大站的这一小段路呢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我现在身处韩国，因为它车站里的所有广告牌都只有韩文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好像很好玩这样子。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刚好是他们的上班时间，所以地铁站超多人了。今天的第一个考验。 然后从降落到现在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呢，我的人已经来到了弘毅大学附近。由于小帮手昨天晚上已经先行到这里来 check in 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行李拿去酒店放，然后梳洗一下，才开始我们首尔之旅。找了我一阵子才看到那个牌在上面。它的电梯超暗了。我生日，
出门前先来一个快速的饭店开箱，一眼望尽的房间，配上一般的城市街景。这门一进来的右手边是他们的梳洗区，它的梳洗区是开放式的就算了，但是它把浴缸设置在这里，到底是想怎样？浴缸对面有2个隔间，一个是他们的厕所，里面配的是免治马桶。老实说，我个人并不怎么会用这个。从画面中你们也可以看到，它的隔间的玻璃都是半透明的，而另外一个隔间就是他们的淋浴间。哇，这是哪来的欧巴？简单的梳洗过后，我们就走到旁边的便利店去吃早餐。真的，我好像看得懂了。各位，我们韩国之旅的第2个挑战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南山塔。它这个南山塔跟我认知中在市中心的高塔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它是位于一座小山之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搭这个缆车上去这个南山塔的位置了。超满的这个缆车。好了，我们坐这个缆车上来呢，只需要大概3分钟的时间。那来回一个人是14000won。如果你们有想要节省经费的话，其实你可以选择直接从刚才那边走上来的。可是全程是大概2公里，需要预留半小时左右。南山塔也称作首尔塔，是首尔这里非常有名的地标建筑。这里除了让一般的游客来打卡拍照之外呢，同时它也是全韩国最早的一个无线电波塔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会在这里随便走走拍照，然后等下我们就会上去上面的观景台。上面。像我们今天是选择在这个上午、中午这样的时间段上来。这种时间段上来的好处呢，就是如果天气晴朗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整个首尔的风景。除了在白天这个时段来南山塔这里呢，我个人也最建议在黄昏时分上来。这样一来呢，你不仅可以看到日落，也可以看得到首尔的夜景，一边尿尿一边看首尔的风景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刚才南山塔附近一间叫做MakMyeong的店。那它是一家吃拌饭的地方，它曾经荣获过3年的米其林必比登哦，所以它的拌饭是蛮出名的。我们点了1份牛肉、1份山药，还有它的一个招牌叫做阿宽 jelly， 我也不懂它是什么来，等下吃看看。好，我们刚刚吃完了这一家拌饭，那我们2个人这样子吃是31000yen。个人觉得它的拌饭算是好吃的，可是它的阿宽 jelly我只能讲我真的不会欣赏。我在上网查了一下，它其实就是一种素食的果冻，但是因为它是咸的哦，可能我们认知中的果冻都是甜的吧，所以它这样子配起来我真的是不会欣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下一个行程呢，就要从这里走去南大门市场。Let's go！ 现在我们来到了首尔最大的综合市场南大门市场。那南大门市场是首尔最古老的市场之一，那至今呢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。根据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呢，这里除了有一般的日常用品之外呢，它还有服饰街、文具街，还有一条相机街。那等下有路过的话，就拍给大家看看。经过它的服饰街，看到它那里的衣服、裤子那些，价钱都不算贵了。那是因为有一些很明显是冒牌的，那有一些没有品牌的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因为我不熟悉首尔的物价，所以我不能评论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。但是如果换算成马币的话，我觉得是还可以。
好，现在我要试吃他们这个螺旋形状的甜甜圈。据小帮手说，他经常在韩国综艺节目看到艺人吃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其实也蛮好吃的，只是它不是惊艳啊，它是一个口感很好的甜甜圈。我们会买太多。猪包、猪脚，我们排在最后一天，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晚餐会吃，可是不是这一家。我们看到一家，据说 Running Man 有来吃过的糖饼，就是因为实在太多人了，然后刚才我们又买有点太多那个甜甜圈了，所以有缘再吃吧。走着走着，我们来到了一条，一看就知道是相机街的地方。拜一没有开，为什么？好，逛完了传统市集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现代的百货公司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 Lotte Department Store， 它是韩国3大百货巨头之一哦。除了 Lotte 之外，还有等下我们会去的Shinsegae，还有我们最后一天会去的 Hyundai。好，现在外面这边真是蛮热，我们马上进去吹冷气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Lotte 的 Star Avenue 呢，也是我们来 Lotte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这个 Star Avenue 的概念跟 Hollywood 的 Walk of Fame 其实是有一些像的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会有各个韩星们的手掌印，可以让他们的粉丝们间接跟他们在这里握手。有一点我必须诚实交代，那就是我个人认识的韩星其实非常的少啊，所以我可能对这里会有一点无感。他手也太小了吧！好，刚刚我们去了这个 Lotte Department Store 的 Star Avenue 那里逛完过呢，发现今天 Lotte 本身竟然没有开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到了Shinsegae，结果，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因为不知名的原因，我们错过了2间百货过后呢，现在我们很早就来到了明洞夜市这里。这间 8Second 的店，据小帮手所说，就是你可以在8秒之内打造你一身的造型。那我的造型靠脸了怎么办？现在我们来到明洞夜市附近的这个明洞圣堂，建于1989年呢，它是全韩国第一座天主教堂。虽然我个人不是天主教徒，可是这个明洞圣堂呢，在这个非常热闹繁华的明洞地区附近，所以呢，无论你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还是像我一样只是来附近逛逛街的话，也可以顺便来这里看看。由于我们少逛了2间百货，所以现在我们提早吃晚餐。我们要吃的是这一家烤肉。汪逼记，来韩国第一次吃炒肉，那肉还没上呢，他就先上你10多份小菜先。我的肉嘞，人生第一次蒸牛肉。
外形，除了非常冰之外，其实没什么腥味。好，吃饱了这个王子飞烤肉，我们2个人这样子点3样主食，总共是141000韩币。这应该是我吃过最贵的韩国烤肉了。当然，我们点的牛肉也是比较贵的。我们点的其中一道是他们整间店最贵的品项，整体体验还是很不错的。尤其是那个生牛肉，我原本想说我应该会吃不下，结果我们2个竟然都把它吃完了。那现在吃饱过后呢，我们就会在这里明洞夜市附近走走，然后顺便买一些我们刚才在百货公司想要买但是找不到的手信。应该不是说找不到，因为百货公司没开。哇！超夸张多人！我一个大男人跑进来这一间护肤品店，现场有95%都是女性。回转寿司你没有吃过吧？那回转化妆品你没有看过吗？烤牛肉吃的太饱了。当然，其实明洞夜市这里也有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美食。和日本相似，还有非常多这种面膜店。我个人其实并没有排斥敷面膜，可是前几次我买的面膜我都忘记敷，放在他们过期，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再买面膜。没有买很多。那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大样，可是又没什么重。我正好有多带一个旅行袋来，就是为了应付这种情况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边逛这个明洞夜市，一边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。首先门槛方面今天除了早上有一些户外的行程之外，其余都在市中心游荡。刚才我查看我的手机呢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走了近21000步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带长辈或小孩来走今天这个行程呢，或许你需要调试一下自己的节奏。走到累了，可以多找一些咖啡店坐下来休息充电一下。接下来是路线的部分。今天除了一大早从宏大过来南山塔的时候有搭了一趟巴士，其余时间呢我们都是在走路范围之内的，所以今天逛下来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。我给今天这个路线编排100分。整天下来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景点应该就是明洞夜市这里了。我个人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种热闹繁华、吃喝玩乐应有尽有的地方。今天这个行程我会推荐给喜欢逛街购物的朋友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大家订阅并留守我们的韩国之旅第2集吧。那我是Win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总觉得这个 logo 有点眼熟。